哇，新车的味道！这台车昨天才刚交车，只跑了44公里，就到了我们卓越凹痕修复。没错，别人不修，我挑战又来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很严重？跟你说，更严重了，够严重了吧？为什么别人不修？就是因为这个的断差，它真的非常难。这一次是后门跟后叶子板的断差，我跟你讲，是真的很难，真的是非常困难。能够把这些东西拉出来的工具，刚好我们有，那我们就来挑战看看这个后叶这个门。这个门打开，挤到第二，这个很 V 耶，它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要一个平面的，对但是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 V 了。车门它这边为什么大家看它翘起来？因为它是双层铁的，这边有一片，这边外面有一片，所以它两片接在一起。3层铁它非常硬，你看旁边都凹了，这边都凹了，这边还是屹立不摇的，所以代表它非常硬。我们有时候撞到凹痕啊，你可能看到这个范围，但是我们在评估凹痕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边跟这边都有凹，它都在你的受损面积里面。对我们 PTR 凹痕修复来说，面积越大，价格就越高。没错，所以不是只有这边估价而已哦，这里跟这边都好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先把后叶的该拆的拆一拆。没错，拆吧。 OK，Go。轮毂饰板先拆下来，内层这里看起来也都有一些变形，这样子。可以了。把我们的工具伸进去，去做推的动作，那我们就有办法有机会把这个地方修得更漂亮。所以这个为什么需要拆？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要怎么做，因为真的看起来蛮麻烦。我会先准备这个拉带，然后可能把门打开，然后挂在我们的那个铰链的部分，然后把这个粘这样子，然后向前面跟向下去把它撑开，然后我们再用冷胶去把它大部分的形状。这边我可能会像这样子粘吧，对，反正我就是给它一个这样的力量而已。但是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地方可以去撑，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。这个面啊，对，没办法粘这个面。这边可能有点难粘。你要撑开来，它就已经板筋已经往这边跑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再往这边拉了。我觉得啦，我就干脆这个零线粘一个这个蜈蚣拉头，下面粘一个蜈蚣拉头。直攻要害。对啊，直接这样子一起拉出来，我就拉塔拉出来 ，Can Auto 的嘛。用 Can Auto 可以上下一起拉，上跟下一起出来，这个面就是很好出来了。这面出来，我再敲这边，应该这边就很好解。应该是了，是啊因为现在主要是那里太硬。这个干嘛那么麻烦？我们不是从里面推就推好了？里面你有什么？我们不是有个小只的油压缸吗？哦，好像是。对，因为我们好像有那个，对，应该是。对啊我找一下，再来找一下。哇，在这里，你看，很小的。哇，这个很少用，但是好像派上用场了。来换果园了。好，这台应该是我们卓越有史以来做过最新的车了，只有44公里。车主从展间开到家里，再从家里开到卓越来。这么新的车，如果我是车主，我也不想要把后叶整个切掉，就是尽量帮车主保留原漆原板件。有没有办法挑战成功？好了是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用油压缸把它撑出来。你有想法就是再推下来，对了。好，再来很好。等一下哦，现在可能哇，要再从前面推进去。好，来，那个碰到了，开始，来，好，来，很好，来再来，来，对了吗？再来，最轮拱的地方，那我们就用 K power， 只要将这个锁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子我们就做好支撑这个轮拱的准备了。我们还是要拉塔，把这一面拉出来，然后再顶这个里面。好，
好，我现在用这个静态的持续拉胶，让胶粘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拉出来了之后，我里面再用 K Power 把这个钣金撑出来。如果只撑下面的话 ，K Power 会把这个下面翻起来，所以我们希望它一起出来，因为那时候撞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卡扣直接把它往里面挤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用这个把它夹出来。这支是 Keiko 他们的新胶枪，加热很快，然后又是大容量的。好，它已经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再用 K Power 来撑它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多撑出来一点点，好，因为我现在在看这个水平，刚刚好平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放掉看看，差不多。现在这个面跟这个面，我觉得都回来，我们关门看一下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啦，只是这个钣金翘起来，所以它再下去应该就会很合了。完美啊！现在就先这样吧，然后我要去开会了。这边有个凸，这边有个凸，这个就交给你了。对，所以你应该是用这个慢慢的加力道，加到刚刚好之后就把它敲开来，像这样，你先进。哇，形状都出来了耶！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最深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就有看到，它整个这个位置往车门里面的这个空间跑进去了。有些人他可能会先敲这个地方，那个是错误的，千万不能敲，因为你会挤压到这个金属的角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先推这边看看，先把它推起来一点点。这个做出来，这边就轻松了。OK， 那这时候我用最擅长的线板来顶这个深的凹痕。好，那我去选一支好用的工具。现在看起来，因为里面它有一点点空间，然后支撑点又跟要推的点又蛮接近的，比较短的轴距，像这种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用这一支试看看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手把 ，OK， 就是这个。好，因为它的圆够小，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去顶到这个边边角角的深凹。那正面也是可以推的。好，那我们OK， 我现在把这个面都做出来了，大概花不到1小时的时间把这个面做出来。然后，因为前面大家有看到这个面原本应该是要直角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面它被撞进去了嘛，撞进去连带着这个直角角度变小了。我先把这个面推出来做出来之后，现在这边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陷进去。这个上面它其实是平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它跑出了一个角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面出来了以后，再让它往这个地方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敲这边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看过很多人，他们一开始以为敲这边就是释放压力了，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面先做出来，就直接敲这个角，这会造成什么状况？它角就已经这么小。你又一直敲这个地方，我一直往里面敲，
它就会一直进去，就会变这个样子，就会扭曲在一起。所以要用对的方法，我们先把这个边先做出来，然后再敲。这个是那个 Ultra 出的敲笔，那它专门拿来敲一些我们工具进不去或者是敲头敲不到的地方，譬如是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往上敲，或者是这个边缘我们可以这样子敲。然后这上面我们因为了不要伤到客人的漆，所以我们在上面贴了蛮多的胶带的。我要将它往外面敲，让这边夹进去的推进去。OK， 我们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压在上面，好，然后就把它打进去。这个地方有点硬。这边不够出来啊，这边还是有缝啊。好，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，因为我们压这边在做的时候，在推的时候，这里软掉，然后这里有点，有没有听到动掉的感觉了 ？OK， 这样子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判他死刑，还没有真的确认他真的胀料。我觉得很多的 PDR 技师啊，他们只要遇到这个问题，好，他们就会认为哇，已经胀料了，那就会直接跟车主说，那个老板不好意思，这台车已经胀料了，我没办法再帮你修到很漂亮，所以我可能就收你3000块吧。那比较好的店家，他可能就会全部都不收，因为毕竟这个板出来，你最后还是要去做钣金烤漆，那多收这个钱没有意思。通常来到卓越，我们一定会做到最后，不到最后你完全不会知道它到底是真正的胀料，还是它只是假性的胀料。可能你的金属没有让它回到原位。现在这样子的状况，就是我们在修大撞凹蛮常遇到的，那也是比较难解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针对这3个面，还有这2条线，开始做细雕，让这个金属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好，动工吧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再稍微推一下。很遗憾的是，这个位置，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硬度。但是这边，你看这边的硬度都回来了。好，刚刚本来很软的地方也都 OK 了。所以料往里面跑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保杆拆掉，然后稍微把料再打回去一些。你看，我们把保杆拆掉，然后把料释放回去，它就真正的把钣金撑住了。你看我现在用手压，它这个就是它钣金自然的弹性变形哦。好，所以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都不能判定它死刑，它不是真正的冻料，不是真正的胀料。它只是我们钣金没有回到原位，所以造成它好像有疲乏的现象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移驾到我们的后车门来修这个后车门的位置。我们先把后车门修回来，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个后叶子板的细修。我们尽量可以把这台新车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
好，动工，要开始 GPR 了。我们先量一下钣金温度，28度标准的 OK。酒精清一下表面，加温一下。哦，超大力，超大力，对，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放掉吃饭。那产胶，哇，超级黏，哇，对啊，很深呢。这个还是有点深。真的，这个超难的，这个，所以如果刚刚拉这里的话，这个会更严重。我们钣金原本刚在上面，我刚那边拉了一发，它被拖到这个中间来了，上面下面都要拖起来，这才不会这样啵啵啵啵。那这个过程，上面凸消除的差不多之后，再去把下面的凸消除。好 ，OK， 我现在跟博渊把这个位置拉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把它撞出来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 gap 这个缝隙已经变小了，但我们没有一次做到位，它还有一点点的缝隙。好，是因为车门的凹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回来，所以我们不要一次做到位，因为有可能我们在做车门的过程中，它又会再下去，让它会变得更密。好，那我们为了预防这种做超过的状况，我们就先做到这个程度。但是后叶子板我们到底有没有拉到位呢？我们可以用这个饰板来确认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合这个饰板。好，你看这个缝隙都已经跟我们对面的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对面的缝隙。好，你看这个对面的缝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缝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代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整个都做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调整一下车门，把这个位置尽量做出来，然后这个小凹也尽量把它做出来。修这种大伤啊，你常常会遇到一些你平常没有遇过的难题。我尽量要把这里做顺，但是在做顺的过程中，你看这边有个大凹，这一边这个密集的线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撞击的时候线都往下跑了。那我们再来 check 一下右边这边的门跟这后叶的它的断差差多少？你看这边哦，这边都是贴起的哦，这是照着门的高度下去量的哦。那量到后叶之后，它的确是有一个高了1米的概念。那我们量其他地方可以看到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啊，这边是切齐的，然后到这里也会高一点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做的怎么样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跟对面差多少？哦，差不多快1.5米、2米，所以那边大概1米左右。所以这里还是要把后叶再带起来一些，哦，有没有？我们这边是对齐门的切齐，然后后叶还是低一些些。我们等一下呢，要把后叶整个都修顺，但是修顺的前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，你看还是差不多一个1.5米、2米的断差，我要把这个断差先把它拖出来，形状都拖出来，框架都做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去做最后的细修。它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门槛接到后叶这地方，它是有很多皱褶的。那我们用这种拉带的好处是，因为它就软软的，它可以折。那我就尽量胶集多一点，更多贴合到钣金上，让它附着面积加大。
做到适合的工作温度。现在还40度，还有点太烫了。像这样把它扣进我们的非常紧，34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看32，所以我们调整一下它的高度。哇，干超大力！应该已经拖出来一点了，只是我现在拖完压力拉住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是去释放周围的一点点的应力。好，我们放掉来检查一下，放掉了。哦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有没有？它这样子降下去了，我放掉之后它又松下去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胶撕掉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差多少？哦，差一点点，你看都拖出来了，比一开始我们在拖之前大概2 mm 嘛，现在应该剩下应该1 mm 可能不到1 mm。看一下那个缝，看一下断差。OK， 剪米粒，把后叶的米粒全部剪完，剪完之后就大功告成。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吧 ，Go！ 边缘真的是，就是结合了力量与技巧。米粒检查员，轮到你了。怎么了吗？轮到你了，那台小米粒是不是？那也是，大家起来，小米粒，剪干净。OK， 交接，走，去吧。注意，小心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剪米粒哦。小米粒，剪干净，小米粒，剪干净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剪干净，剪干净，剪干净。立正，解散。装起来啦！哦，你看这个内龟，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把它装上去了，你看完好如笋，完好无损。别人不修，我挑战 Part 2，来，让你们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成果，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修回来的样子。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缝，那这个有可能因为当时撞击的时候，这个饰条它其实已经变形了，但是其实车门的这个缝，它就修得很漂亮。这个车门它原本也是整个塌进去的，但是我们饰条合上去了之后，它这个缝是完全没有缝的。好啊，不过这边就是我们最没有办法的遗憾。但是如果最后他如果真的想要再把这个缝做回来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去买一个新的饰条。那这台车子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恢复到9成新了，那型都回来了，橘皮我们也尽量处理到镜面了。我们可以修这个伤，是我们投资了非常多的技术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我身后的工具，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状态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团队，我们只是将这项技术带给有需要的人。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，我们就愿意花时间，愿意花我们的人力来将你的凹痕把它修回来。OK， 废话不要多说，我们赶快来看最后的修复后的细节。